Hello， 大家好，我是 John，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就在前不久，我迈出了人生的一大步。嘿，大聪明老板，我不干了。事情是真的，不过人是我花巨资请。靓仔 ，Hello，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离开了合伙人，放弃了打拼2年半再加半年的事业，年近40而迷惑，走进了人生中巨大的未知。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点防备吧。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未来的去向。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再怎么努力都是为他人做玛莎拉蒂。经过1个小时零20多天的考虑，结合过往的经验和能力，我决定回老家种地，做自媒体。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时，他们的反应差不多是这样。给大家翻译翻译啊。他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疯了？爸爸好帅，可惜疯了。结合现在的家庭状况，其实很好理解。在北京奋斗10几年，成功的背上了几十万的负债，现在每个月3000多的车贷，4000多的房贷，8000块的房租，再算上孩子的兴趣班，一家5口的生活费，还没算上公共缴费、请客吃饭、日常开销，一夜之间收入归零。现在我自己都觉得我疯了。天空是蔚蓝色，窗外有千纸鹤。其实钱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陪伴的缺失。8岁的孩子拥有旺盛的精力、极强的逆反心理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父亲的缺位现在还不知道意味着什么，这也是老婆最担心的。混合双打变单打，再过几年可能都打不过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其实能感觉到他在偷偷落泪。哦，在看韩剧啊，那没事儿。最终我还是说服了他们，用了一些人类高质量话术，比如男人过了40就不要指望着靠打工走上人生巅峰了，比如返乡创业如火如荼，广阔农村大有可为，反正我自己都信。那么接下来就是告别的时刻了。再见我的床，再见我的厨房，再见我的洗衣机、马桶盖、电热水器，再见我的客厅，再见我的鱼缸，再见我的前同事，再见朋友们，再见我求生20年的北京。我一定会回来的。下一步，我需要伙同一个联合创始人，也就是我的表弟，一起下水。我们80后大多是独生子，我和他年龄只差8个月，从小就形影不离，如胶似漆。用词不严谨，懂我意思就行。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共同的三观，共同的喜好，共同都经历过父母离异。不过和我四平八稳的前半生相比，他的经历可以算作魔幻现实了。小时候吃过老鼠药，大难不死。8岁的时候离家出走，企图步行到100多公里外的长沙找妈妈，幸亏半路得到好心的农户收留。读大专时有幸躲过200人以上的群殴，工作时经历过公司被警方一波带走，他因为上班迟到保住了人身自由。当然运气也不总是站在他那头，要不然他就不会在需要买房的年纪眼睁睁看着北京清河的房子不复起飞。西湖的水，我的泪。往事不要再提，到了。昧着良心讲，跟小时候真是一点没变呢。哎呀，看谁来了？妈的！你喊么子来着？我又忘记了。喊伯伯啊！表弟自己也是拖家带口，弟妹全职主妇，孩子还是一统浆糊。他学的是计算机，干过网管、码农，现在也是和我一样的灵活就业人员。劝说他入伙的时候，我把我的计划包装了一下。我说，自古以来，我们华夏子民就有着田园情结，
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本来我们的理想也是退休的时候攒够余钱，在老家草屋8-9间，鸡鸣桑树颠。那既然如此，干脆把我们的理想变成事业，搞一个云归隐，就是归而不隐，而且把这个过程呈现给广大拥有田园梦的小伙伴看，让大家见证一下城里人在农村生活到底是闲适自在还是狼狈铺盖，就当给大家踩坑了。没费什么口水，我们就一拍即合，毕竟几十年的默契，我们还挺心有灵犀。1、2、3比心。 Anyway， 下一步回老家找。最终我们选定了一处湖区房。若干年前，这里还是洞庭湖的湖底。这座房子荒弃了8年左右，但是这些年政府出资进行过修缮，只需简单装修即可入住。前院暂时成了坤坤快乐园，后院则是杂草丛生，符合我对百草园的一切想象。签约过程还是比较顺利，房主给我们免去了前3年租金，当然我们也会投入不小的资金进行改造，算是双赢吧。等下期节目再给大家好好盘一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事业还没起步，新农人的皮肤已经 get 了一套。在这里也要感谢我的很多家人和亲友，他们在得知我的想法后提供了无私的支持和巨大的帮助，希望我能不破产，好好回报大家。这次逐梦田园的过程，我会在桃花源记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屏幕前的你也对田园生活有一份向往，那么不妨点赞关注，助力每一个不知死活的梦想。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